多肉植物干巴巴，没有黑腐，也不掉叶子，就是没精神，怎么回事呢？新手肉友们或者多肉大神们刚养多肉的时候，有没有遇到过不会选盆、不会配土的问题？有没有遇到过不会浇水或者不知道浇多少水的问题？有没有遇到过不会判断多肉是否健康等问题？有这些问题的，请在评论区回复1，没有的请回复0。新手朋友因为养护经验不足，养肉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是非常正常的。但如果我们养的多肉植物一直干干巴巴的，没有什么生机，但是叶片也没有黑腐，也没有出现烂根的情况，就是养不好。这是什么情况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总结出了盆土、浇水、烂根等8点原因，特别是第2点，往往最容易忽视。快来给你的肉看看病吧。第一，根系不好。如果多肉一直出现干干巴巴的样子，肯定是根系出现了问题，不是缺水了，就是烂根了。如果平时养多肉太过于控水，想让它养出状态，过度的控水有可能造成根系的干枯，根系没有什么吸收能力了，即使在浇水，它的干枯的根系也不容易恢复，那么它的叶片也因为缺少水分和养分变得干巴巴的。而且多肉干枯的根系还可能发霉腐烂，继而底部根系造成黑腐，叶片暂时会出现缺水、萎蔫的现象。第2，多肉还没完全覆盆。多肉在还没完全覆盆的情况下，根系就没有办法给植株提供足够的水分，短时间内叶片自然干巴巴的。不过我们无需太过担心，现在这个季节多肉覆盆是很快的，我们只要保持盆土微潮，且放在阴凉通风处养护，最多10来天，它们就能正常发根覆盆，到时候叶片就能恢复正常了。第3，控水过度。现在介绍养多肉的视频和文章很多，就连新手都知道多肉应该控养才能上色出状态，但至于要控成什么程度，很多肉友就把握不住。而有的肉友为了让自己的多肉出状态，甚至走了极端，多肉叶片完全蔫巴了都还不浇水，这样的多肉就算上色了也缺乏灵气。所以在春秋2季，正确的做法应盆土干透之后就马上补水，冬天气温较低的情况下才更严格的控水，如此多肉不仅颜色好看，同时叶片还胖乎乎的。第4，盆土配置的不合理。我们入手的多肉多为成株或者是老桩，而一般情况下，成株配土的时候，颗粒比例最好不要超过70%，纯颗粒控养的除外，而老桩则不要超过80%，要不然很多多肉的叶片都容易干巴巴的，不够饱满。如果你的多肉本身太小，或本身的根系太不发达，使用的土壤就要用一些营养土比例高一点的，让它的根系和土壤充分的贴合。如果配置的颗粒度太高，根系和土壤之间的空隙特别大，没什么养分和水分可以吸收，那么你养的多肉会越养越瘦，而且叶片会越来越蔫。通常情况下来说，多肉小苗的配土颗粒大小不能超过3毫米，而成株和老桩则不能超过5毫米，否则配出来的盆土既不保水，多肉又很难扎根，长此以往，其叶片必然干巴巴的。可能通过晒太阳呈现一些漂亮的颜色，但是总归底部没有养分的补充，叶片都会干瘪、发灰，慢慢挂掉了。现在很多地方气温都下降了不少，若是多肉配土确实不合适的话，那就赶紧换土，下调颗粒比例，等多肉重新覆盆之后，多晒晒太阳，大概2至3个月左右，它们的叶片就会胖起来了。第5，浇水太多了。大多数的多肉浇水过多的情况下，会出现积水根部腐烂的情况，但是一些顽强的多肉可能会一边长着新根，一边烂根。它的新根生长出来的比较少，整个植株会一直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，不死也长不好。主要是根系不好，可能就剩下一半的根系在吸收养分了，这种情况也会导致多肉出现这种问题。第6，多肉根系不好，僵苗了。多肉僵苗的原因很多，比如说上面说到的控水过度、配土颗粒比例太高和颗粒过大等等。
另外，多肉覆盆后过早控水、度夏过程中长时间缺水，以及感染根粉介和根节线虫等，都会出现僵苗。我们需要将其脱盆检查根系，然后修根、晾根、换土，重新栽种，如此多肉才能长胖和出状态。第7，根系老化了。多肉通常2-3年左右就需要翻一次盆，若是无法确定我们的多肉是否应该翻盆的话，那就用铲子戳一下盆土，戳不动自然就该翻盆了。如果你长时间养的多肉没有换盆，根系也会干枯老化，缺少了吸收能力。这种情况下，你在浇水，它也是一副干巴巴的样子。如果你养护了太长时间了，这时赶紧换盆才是最好的方法。第8，盆土严重板结。多肉通常2-3年左右就需要翻一次盆，若是无法确定我们的多肉是否应该翻盆的话，那就用铲子戳一下盆土，戳不动自然就该翻盆了。如果继续置之不理的话，多肉不但会越来越蔫巴，到夏天的时候茎秆还特别容易晒出问题。我有一盆秋丽老桩就是这种状况，我打算过几天就给它翻盆换土。总结，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况造成的多肉根系不好，叶片缺少养分长不好，都要把多肉脱盆来检查一下根系。最好在温度15度到25度的时间来检查，再栽培，这样更容易覆盆。如果有烂根，要及时的剪掉烂根，并且消毒重新扦插。如果没有烂根的话，继续上盆，更换新鲜的土壤就可以了。防患于未然，这样配置好的土壤，把根系修好消毒，多肉才会越长越好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花友们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